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今天这个视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马上这个春天来了哈，在进入春天的季节，我是如何计划去美白的。每一年秋天我都会跟大家讲，想用 A 醇 A 酸的姐妹现在可以尝试了啊。那么春天其实并不是开启 A 酸 A 醇之路的好时间，但是春天呢是一个美白的好时间。我发现自己在了解中医跟中国文化，你了解这些东西之后，你就会觉得人真的是需要跟着宇宙万物，跟着这个时空交错，跟着这个时间的变化、季节的变化去吃、去饮食、去调整自己的作息，去照顾自己，去让自己各个方面变得更好。首先，春天是一个生发的季节，是一个养肝的季节。我有很严重的这个胆结石问题，如果你和我一样有这个问题啊，我就发现身边一说我有胆结石，我身边好多姐妹们，包括我的粉丝宝宝们都告诉我，他们也有很长时间的胆结石问题，到底这个胆还是割不割呀什么的。如果你有这个问题，春天一定要小心，就是一定要注意你的饮食作息。就比如说我这么严重胆结石，我的胆还在，你知道吗？我没有割。然后我这些年，我从21年发作了一次，直到现在，咱不敢多说啊，拍拍桌子，没有发作过，而且我的胃也没有疼过。那一段时间非常的糟糕，人也很糟糕，真的是不堪回首。那段时间真的想都不敢想。那所以说，如果你有类似的，比如说肝病哈，或者是肝胆这方面，因为胆其实它的主要的功能性作用都是来自于肝的，跟肝是密切相关的。其实你胆结石，最主要问题还是你的这个肝上的这个问题哈。身边的亲戚朋友，就我这个筋啊，为什么人家都比我白，就我又黑又黄？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这个问题哈，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后天你这个肝脏啊受到了损伤。这里受到了损伤，如果你去医院查，你是查不出来的啊！你查你各项的这个功能性都是正常的，但是，咱们从中医理论上来讲的话，其实如果你的肝的整个的代谢功能好了，你身体的整个循环就会变得很好，你的气血也会很充足，你的整个的皮肤状态也会变得更好啊！我从去年2024年啊暑假结束之后，天气冷了，太阳不怎么出了，我们的温哥华开始下雨了，然后呢，我就从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再使用任何的防晒。我认为从肤质上来讲的话没有改变，黑色素沉淀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有影响的啊。别着急啊，一会儿会跟大家分析。因为我们到春天之后呢，你看万物都开始生长了，身体的整个的能量运作会更快，速度会更快。这个不是在于啊你是大人还是老人啊还是年轻人，不在于这些东西，万物如此。就为什么会有春困？春困来源于什么？其实就是你在秋冬季节，你这个整个身体能量的消耗方式，到了春天它变快了。它变快了之后呢，你的能量它就跟不上你的身体消耗模式，所以它会变得乏，变得困，变得累。你有强烈的这种所谓的春困的这种感觉，大部分都是出现了气血不足的状态。代谢变快了呢，你的这个皮肤的代谢也会变快。所以我们春天第一个就是要勤清洁。如果你说咱们秋冬2天洗一次澡，那这个时候就变成1天洗一次澡，或者是3天你1个星期洗2次澡，这个时候就1个星期洗个3、4次澡。每个人的频率不同，根据你自己个人和你所在的地区去做调节。也就是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呢，那我的计划就是整个的清洁的频率要加大。比如说晚上有了特别累的熬个夜呀，你就不想洗脸哈，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这个情况了哈。第二个就是保湿，也是因为咱们这个身体代谢变快了之后呢，那你的这个死皮啊，代谢凋亡的这些表皮细胞，它的积累就会更多，就会让你的皮肤产生干燥感。那在保湿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跟秋冬是不一样的。秋冬我们主要的是以油脂保湿，你说这真的很有意思。其实我们人体也是秋冬它会有一个储备的功能，它储备的主要也是这种脂肪类哈，就是我们身体需要这些东西，为了隔绝外面的这个冷空气。那么春天我们的保湿是因为你自身的新陈代谢加快了，那么你的这个死皮角质积累也更多了哈。那这个保湿呢是一种修护性的保湿，因为它并不是说因为外在的原因，它主要这个原因是从我们身体内部出来了。当然了，有一些地区春天了，比如说会有一些干燥的这样子的一个气候哈，那另当别论。主要这个干燥感是因为我们的新陈代谢加快了。这个时候呢，保湿的成分主要是可以选择，比如说神经酰胺类哈，防护型的一个保湿。还有什么？还有就是 B5 也是一个防护型，又可以起到保湿功能。肽类产品，多肽类产品，与其说它
它有强效的抗老功能，不如把它归在一个保湿，然后又可以修护防护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分。之前我在视频里跟大家讲，积雪草它可以有消炎啊，就是去红，然后又可以起到这样的保湿的功效。还有一个是什么？益生菌，益生菌在哪里？就比如说之前咱们有聊过的那个雅漾的那个大白，它里面因为它那个泉水里面有一些特别的这种益生菌哈，一种菌群，所以它也是可以起到一些防护的作用。春天的保湿就是说，你的皮肤在新生的同时，它是很娇嫩的，然后它会有干燥感。比起秋冬季节，比如说强烈推荐的凡士林啊、甘油啊，还有简单的这种玻尿酸哈，当然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因为在春天乱七八糟的细菌啊，是不是它就会怎么样生长起来了？你的速度变快，它的速度也变快，你的皮肤上有一些小破损啊，这些东西就比秋冬季节更快的能侵蚀到我们的皮肤哈。所以刚才也说了，为什么以防护的这样子的保湿成分为主，那么再加上一些比如说一些消炎去红的东西，就放在旁边准备好。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哈，遇到这种疹子破损呢，你及时的去给它做以修护。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身上就是有这种灰指甲呀，有一些比如说湿疹呐，其实在春天都是非常容易复发的，真的万物复苏嘛，所以这个很难避免的。那在春天刚刚开始的这个季节呢，能治疗的就赶紧治疗，能防护的赶紧防护哈。包括小朋友身上有严重的湿疹的时候，春天可能就会是一个爆发的这样子的一个时期，大家一定要小心。你想积极的主动性的去美白，那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基础前面这些东西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的黑色素就是从我们的皮肤损坏中，从我们的身体代谢的过程中而产生的，所以前面这些东西是必备的、必不可少的。美白呢，从我们的日常护理当中呢，总结了3个字：脱、完、跑。脱是什么？就是蜕皮，因为你整个的这个皮肤的新陈代谢变快了，这个新陈代谢变快跟进入秋天之后你的皮肤加厚是两码事。春天你的新陈代谢加快之后呢，你的皮肤会变薄，比秋冬季节会变得更敏感更薄，它的防护力度会减弱。脱就是把你的死亡凋谢代谢掉的角质细胞把它剥脱掉，这个剥脱就可以用简单的清洁和前面说的这个保湿，它本身就起到一定的剥脱效果。那么如果你的皮肤毛孔比较粗大，表皮厚一点，这个时候可以稍微额外的加一点果酸形式的剥脱剂，不建议使用水杨酸，水杨酸会更干燥。秋季 A 醇、A 酸、果酸、水杨酸，在我视频里跟大家讲过哈，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因为它皮肤变厚了。那春季呢，它虽然速度快，但是它皮肤的整体是变薄的。完是什么呢？就是更加完善的防止黑色素生成的这样子的成分。比如说壬二酸哈、烟酰胺、熊果苷，包括一些什么甘草精华、甘草提取物，还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这个时候都是为了更完善的预防和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在你整个的剥脱过程中，有可能造成对皮肤的看不到的这些伤害，因为它表皮薄了，再加上有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风啊什么的哈，风沙呀，或者是在你整个干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小细口啊。那这个时候，因为春天跟秋冬不一样，因为春天它整个的太阳紫外线会越来越强烈，那么黑色素就更容易的产生。白头清洁完之后也会有破损，这些破损很多人都是不注意的，往往你不留意不注意的这个东西日积月累就会造成这种小黑点点。这个小黑点点你可能是肉眼看不到它是一个真正的黑点，但这个点越多的时候，它就会使我们的肤色更加暗淡。所以不管怎么样只要有小破损、小炎症、小泛红，接下来的下一步都是变黑我们本身年龄也大了，所以变黑它不一定说是很快的就能把它代谢掉。所以经常跟大家说，春天来了你就把烟酰胺用起来吧，春天来了壬二酸就可以进来了，是吧？夏天春夏这个季节为了预防更多的黑色素产生，这些成分都可以加进来。那跑是什么呢？跑步差不多一个意思，就是进一步加大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代谢，就是即使它有一点这么黑色素了，即使它有一点这个小炎症了，那让我们的身体更好的去抵御它，让它整个的修复过程会更快。新陈代谢快了嘛，它整个这个修复生长的过程就会更快。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呢？比如说 VC 抗氧化这些成分都是可以在这个时候帮我们加快我们皮肤的这个新陈代谢。还有一个就是预防你这个有炎症的东西，怕这个细菌侵蚀，拉长这个炎症的时期。去炎去红的这些成分，就像刚才我说那个保湿里面雅漾的那个大白霜，它本身也有去炎去红的这样子的功效，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加在我们的护肤流程中。当然不是说这上面所有东西一股脑的每天都往脸上去涂一遍，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去做一个适当的调节。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就夏天过后不是没有使用这个防晒吗？比如说我有时候会长一些白头
有时候会引发起来一些炎症的痘痘啊，就是很小。现在那种大包那种痘我几乎是不长了，都是很小，应该是跟皮肤的这个炎症、细菌感染是有关系的。这些东西如果你不防护，它真的之后就会是一个黑色素沉淀，而且这个黑色素沉淀真的是很难代谢掉。紫外线一照，越是嫩的地方，你越是属于这种有破口的地方，肯定一定是会有黑色素的。尤其是我们黄种皮肤哈，你的皮肤底色越深，那么你长斑的可能性就会越大，或者是你肉眼看上你整个的长出来那个黑色素沉淀就会更明显更深。那么几个月下来之后，我有发现我有那种非常非常淡的，就是每次都是属于在那种，比如这儿我很喜欢长那个白头哈，都是那个白头泡崩了之后，然后会长一个小点儿一个小点儿的。然后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呢，你过几个月它就会淡化掉了，但是它也有可能就不走了。防晒这件事儿哈，你一定还是要有的。不管是你是用所谓的物理防晒还是擦防晒霜，这个东西是不可少的。从这几个月没有防晒的经历来看，我认为有些时间是不需要防晒的，是不必要防晒的。哪些时间需要防晒？比如说你这个今天太阳特别大，你要出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防晒。我本身有这个使用这些剥脱剂的这样日常习惯，那使用剥脱剂的这些皮肤都是相对来讲比较脆弱的，产生这个黑色素的时候，其实你的剥脱剂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更快的帮你去代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这么长时间没有防晒，但是黑色素沉淀不是很明显，有但是不明显，就说很淡很淡。这个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在于你不停的去使用这个剥脱剂。总而言之，春天来了，我们主要的目的刚才说了，就是为了美白做什么动作？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个防晒又放进来了？使用防晒之后仍然觉得皮肤有灼热感，那说明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已经造成伤害了啊！即使它的气温很低啊，比如冬天呀或者怎么样，它依旧会有太阳的灼热感。那这个时候你但凡你感到那个脸有点发烫了，那就说明你的皮肤造成伤害了。就是在北美，哪怕是秋冬季节，就包括我这次的实验结果，我认为只要有太阳，大太阳当空，无论你的这个气温有多低，你在外面工作，你需要去顶着太阳的情况下，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一个工作就是我要去点斑，打算是自己在家进行。我做的时候，我发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认为这个时间段哈，哪怕你去外面去做一些，比如说皮秒啊，你就选择这个时间点是最好的，开春这个时间点，因为你的整个的皮肤的愈合功能是要比秋冬强很多的。相比到春夏交界的季节呢，它更不容易产生炎症。如果你希望有一些美白的这些小动作啊，点斑呐、去痣啊、激光类的这样的小美容哈，这个时间段就可以赶紧了啊，趁着天气没有那么热，凉凉快快的时候就快一点去，而且你整个的这个恢复频率可能就比上个月要强很多。那剩下的关于美白的这些东西就是养生类了哈。春天呢，你就可以早起一会儿了，早起一会儿稍微运动一下。为什么稍微运动一下呢？刚才说了养肝，其实在秋冬季节很多这个脾胃功能也会出现问题。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能量除了要去消耗我们天天吃的这些食物之外呢，那更多的这个能量都运用到全身了，所以你是全身是在一个生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你吃的多，就是你还像秋冬季节去以这种储存能量的方式去饮食没有改变的话呢，那么你的肠胃就会变慢，就是你秋冬能消化的东西，你到春天你发现它不一定能消化了，这也是一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稍微的多运动一下，能帮着我们更好新陈代谢，减少我们的肠胃负担。可以吃一些新鲜的东西，那么万物又给你提供了各种更多的这样子的食材，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也可以去吃更多更新鲜的这些东西，而不能再把这种高蛋白高脂肪像秋冬季节这种储存能量的这样的食物当成重点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也是我自己计划从现在开始准备起来要去做的这些事情，来帮助我起到这样子护理皮肤，让皮肤更白净的这样目的。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觉得视频可以帮得上您的话，别忘了帮我点赞和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